好，川普又出事了。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的是5大的案件，这个当中呢都涉及到内线交易，所以要来查了吗？因为有神秘客狂捞了在这场战争当中245亿。但是我们看到基层的一般的老百姓，美国老百姓则是因为油价不断的高涨而过得苦哈哈。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战争打打停停，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不管是油价、股价瞬间暴涨跟暴跌，川普好像都可以去操控股价，并且呢，市场也有非常多的精准押注。这是来自于 BBC 针对这场战争特别做的重大交易的一些记录哦。他发现说，不管是在川普他发布这些重大消息的前几分钟，或者是前几个小时之内，常常会出现这种明显的交易量异常飙升的情况。几个案子，我们特别来带观众朋友来看。首先，第一个，在3月9号这一天，美伊战争已经基本上快要接近结束了。在川普接受 CBS 专访，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呢，这个消息曝光前半小时，油市突然间出现大量的做空，结果油价果然是狂暴跌了25%。在3月23号这一天，川普在社群发文，他说跟伊朗谈得非常的好，而且可能会终结这样子的敌对。在他发这一篇文的前15分钟，油市突然间大量做空，然后一样是突然间暴跌了11%，果然就可以看得到他的预言又成功了。再来看到的是，川普在4月9号宣布对多个国家暂停关税90天，但是同样在宣布20分钟前，可以看到股市突然间有一个大笔的上涨交易，然后在川普宣布之后，美股果然开始狂飙了。再来1月3号的时候，委内瑞拉总统被抓的之前呢，这一位有人就在这个平台上面下注了3.2万美元，赌说马杜罗会下台，结果确实他下台了，这位客户也赚了43万美元。再来，最后是在2月28号，川普在轰打这个伊朗之前，做这个2月28号的攻击之前，已经有账户认为说这个川普会打伊朗，最后确实有打，他大赚了120万美元。这一些的数据跟案例是否都涉及到内线交易，还是说这些人真的有这么神吗？上次哥怎么看？川普家族有没有内线交易？江湖上传的满的，主要是现在你任何的投资，无论买股票、买加密货币，其实都有记录哦。而且这个时间点实在太诡异了，而是从2月在正式开打美伊战争之前就开始了。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认为有破口哦，也可能跟赫尔赛斯有关。不过我们首先先来看是哪些钱现在是被注意的哈。第一个部分就是战争情资套利，比如说我要打或不打，抓马杜罗打不打。第二个部分就是不当的利益输送，比如说包括川普的女婿克许纳就认为他在波湾地区到处收阿联酋他们的顾问费，每年是上千万美金哎。当顾问可以收那么多钱哦，还有以色列。这第三个当然就是贪腐啦，对吧？乌克兰战争我们都已经知道，好多贪腐被换掉，或还有国防合约啊、军火商前额，但是3大类是这个被注意的。可是呢，现在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主要这不是江湖传闻，是美国方面参众议院都有议员专盯这一点。我们看听一下最新消息，4月上个礼拜的时候，众议院已经丢出了正式的传票，要求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要提出他们过去跟白宫以及跟所有的这些军火啊部分的全部的通信记录。这家公司是谁呢？这家公司就先前闹出风波的赫格塞斯国防部长，对，赫格塞斯家族投资办公室公司。现在就是传出，为什么这个家族办公室就是类似像郭台铭有家族办公室投资，就是说这个家族而且来这里做投资，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可是被发现，被谁发现呢？被美国参议院现在正在抓的这个伊丽莎白·华伦，她是一个非常鹰派的，对于企业的这个道德监管更强烈的一个女议员哈。另外还有就是 Jerry Luskin， 这2个议员，他一个是针对于赫尔塞斯家族这里，怎么说呢？他就发现说2月的时候，赫尔塞斯家族买了好多国防军工业，2月底，然后他们就在看，然后而且就开始，然后另外一个就在追克许纳收了阿联酋的很多的顾问费跟以色列的顾问费，而他竟然跳进川普决定要不要打美伊战争的这个关键人士之一。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虽然在我们台湾没有太多讨论，但在美国现在已经有进度了，包括美国司法部也终于在4月刚刚成立一个调查专案小组。那现在
在会伸进去的部分呢，除了国会议员之外，就刚刚讲司法部会有，另外呢，美国证交会也会开始调查，但看起来他们没有很积极啦。这个没有很积极，确实还是怪怪的。但是现在呢，不要看喽，大家这个键盘侠币圈里头都在盯谁呢？盯川普的小儿子，据说他这个币圈里头在走加密货币。另外，当然克许纳以及所有涉及到知道接下来要打仗不打仗的核心的这些人，他们家族的投资，现在全美国的特别是财经媒体应该都在紧盯了。好，我们看到这一场战争，川友友们不管有没有涉及内线交易，都可以说是赚得饱啊！但是我们来看到基层老百姓，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后，油价因为狂飙哦，所以呢，这些油价的这些涨起来的价格都是由民众自己来做买单。结果呢，美国的能源部长没有安慰基层的民众，他还直接说了，这个油价呢到战争结束还会持续的飙，一直要到2027年才有可能会回落。结果导致在加州就立刻出现了所谓的汽油怪盗，他们直接钻到车上的这个油箱去把这个油箱里面的油给偷走了。川普立刻反击说：“谁说的？能源部长是错的，这油价确实是会回稳的。”但是美国民众会相信吗？那我们也来看到最新的民调，现在呢 ，NBC 的最新民调，不满川普的满意度已经飙升到63%，而且有一半是强烈不满川普的，支持力创第2任期的新低。2/3美国人认为说美国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油价上涨也让矽谷的家庭损失11亿美元，造成2600个工作机会因此消失。美国的苦日子来了吗？干哥怎么看？好，你现在你知道吗？你会觉得美国这个很强大的国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加州长滩啊，那是高级区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去开车的时候，发现他上车没有发现怪事，等到他开上路以后，他觉得那个油急速往下掉，结果他就下来看一看，奇怪，我的车被人家挖了一个洞，在油箱上面挖了一个洞，已经快要没有油了。他爬到加油站去加，结果加油站说：“我跟你讲，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结果他赶快只好拿去修嘛，对不对？去修理的时候，那个工厂说：“啊，你是今天来的第3辆。”现在美国人是已经怎样？已经沦落到要偷人家的油来过日子。他说长滩哦很简单，它是这个大概是全美现在最贵的，1加仑6美元了。哎，美国的油要1加仑6美元，那是创纪录了。普通的小车加满的是多少？就是一加仑是6美元嘛，加满是72美元，就是大概12加仑。总共是72美元，72美元相当于台币它大概2300块啦。啊，可是说句实在话，我们的在国内的话，我们是 BMW， 如果说是3500cc 的车，也不用加到2000块。美国现在已经是小车就要2300块，这样子你就比较有概念。也就是说，现在美国总统跟能源部长2个人讲法不一样。川普说，只要战争打完了，油价就掉下来了。能源部长应该是最专业的吧？他说不会，今年之内都降不下来。也就是说，就算我停打了，不打了，油价也不会马上掉下来。现在又有一个人来插花，叫做财政部长贝森特。贝森特也说，可能一时降不下来。到底你要听谁的？我跟你讲，小民很可怜，因为小民光看到那个石油的价钱，头皮就发麻了。因为在台湾的我们都发麻，更何况是在美国自己当地本身的老百姓，因为油价的关系，他的生活会陷入苦境，连他们的长官的讲法都莫衷一是。所以战争对于老百姓，不要说伊朗老百姓，对于和平世界的老百姓造成了多大的影响？那舰长又怎么看呢？我当初这个川普出来竞选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听完他讲之后，我是支持他的。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一定支持他。为什么？他的理念是这样子：我们美国是天选之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美国这么的好，财产也好，这个地形也好，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最优秀的人来也好。所以我当时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真的是不要管世界这么多事，你就只要做你自己，美国就会非常的富强。可是川普上来之后，你就看到他在做一个事情，就是他的财政这个失衡太厉害，所以他在做一个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关税，我征税；
节流，你看他做了好多事啊，又删某些单位，又退群，就国际的好多退群，然后还要这个删减国防部的人，就你当时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对他都做的是对的，你知道吗？直到最近，你不是说全世界你不会涉入任何战争，你打伊朗干什么？打他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说要删国防部，他原来删国防部的，结果现在明年国防部加多少钱？你们知不知道？5000亿。他已经是原来全世界大概花这个国防经费最多的，还加5000亿，然后又支援这个以色列。我突然才发觉，你讲的，你原来有理想，他说的这些东西，他很年轻的时候说过，我有看过也一个，我觉得说，哎，他一直以来都这样，但是他到老了之后，当了总统之后，他才发觉权力太大了。我再跟你讲，川普把他这个2.0视成他经商这一辈子最容易赚钱的4年。他们整个家族都在这捞钱，所以他就突然就迷失了自己了。他所有当初说的要开源节流，我们要做 mega，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些东西，我真的告诉你，他忘了。他现在完全迷失在这个能够赚更多钱的这个目标里面，这是他目前在做的事情。那他将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他将来会很惨，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看透他了。